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3月9号，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有点不太一样的，因为美国或者说北美开始进入夏令时了，那么欧洲到月底才会进入夏令时，所以这中间有3周时间是有这个我的直播时间会在12点半，也就是现在美东时间12点半开始。计划直播30分钟到1点。欢迎 Lily 朋友进入直播间了。那么先确认一下这个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没有问题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和图像。今天这个市场还是挺有意思。丽丽已经确认了，好的，感谢确认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，先快速的讲一下这个标普。我们一直盯着一个位置，大家熟悉我直播的，或者说每天在看直播的朋友，应该非常熟悉我们在盯着什么位置。6725，为什么一直盯着6725呢？6725是这个从7002下跌的3段的一个等比例的位置，是6725，对吧？我之前在这个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做的周末复盘里面也跟大家说过，跌破6725，如果说它一直往下走的话，说明这一段或者第3段跟第一段相比较没有背驰，那么你要做多的话就要谨慎一点，因为它没有背驰就可以一直延续啊，对吧？那么现在6725又要受到考验了，那么今天是一个低开，然后一个快速回拉的状态，哎，又受阻于6725，看到没有？就现在有一个小小的上影线。是在这个6725这里。如果今天或明天或本周吧，收不回到6725之上的话，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了。那就相当于这个3不背驰，那4的这个弱反弹是不做的。一般如果3不背驰的话，4的反弹我是不做的，一般再等一个5。如果是5不背驰的话，可能等个6和7，对吧？就是这么慢慢等的。如果说你有能力做这个4的弱反，当然没有问题了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反应不过来，因为这个4的弱反可以是非常弱的一个反弹之后，然后继续下跌，对吧？所以说就看个人能力能不能够做这个4的反弹，但是其实还是要看这个6725这个位置能不能够拉回去。如果说能够拉回去的话，那就有希望这里再弹一笔。弹一笔我们要关注什么？关注这个趋势线，关注这个趋势线。这里有一个趋势线，看到没有？前面几个高点都在这个位置，都在这个位置。如果说这笔反弹出现了，然后又弹到这个趋势线了，哎，又受阻了，上不去了，你就要注意了。这个位置就是做了一个反向中枢，这里就有一个反向中枢出现，然后还可以再跌，晓得吧？所以说，如果说反弹到这个位置的话，这个趋势线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了。这就是2个方向都要看，往上走反弹到这个趋势线，往下走的话，那就要注意这个是一个不背驰的状态，那么你可能要等一个5段。甚至是7段，这都不知道，需要去跟踪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这就简单讲一下指数，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，然后来看大家的这个提问。然后丽丽朋友先问了一个 MP， 这个应该是跟稀土相关的这个公司，对吧？我不知道这个，美国政府有没有入股这家公司啊？因为它之前好像是入股了很多公司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这个里面。看这个图形的话，有可能是就这个大幅上涨跳空这一天，在7月10号这一天是涨了50%，估摸着是应该是美国政府入股了。但是现在这个稀土的话，中美两国已经达成了一些协议，好像是1年之内还是多长时间之内是不受限制出口的，所以。尤其现在川普又马上要去中国访问，对吧？这都是，就是在这个之前，他不会出现类似的在稀土上做文章的一些事儿，所以，他也没有太多的表现。那么我们看他的图形，他丽丽只是问帮忙看看 MP， 并没有说具体的他的这个仓位啊，他的成本啊，我们只能大概说一下。
但是我们看这里，我要看一下这个低点在哪里，是不是这里有过一次有效的2次回撤，15.56，然后前面这个低点15点，哦，那这里是有过一次，在我这里划分的话，这里是有一个周线的中枢了，下面有过一次周线中枢，然后从18.64开始上涨。然后这里这个反弹，这个回撤不够一笔，因为它又出现了新高，那第一笔就画到这里，然后这里出现了一次下上下，那么现在周线上是这么个情况，就是周线上的三买在这里49.76，这是三买，这是有希望出现一个，这是之前出现了一个三买转二卖的一个模型，对吧？出现三买之后可以继续往上涨，但是呢，它也如果说不能够出现新高的话，那就会出现一个三买转二卖，因为这个反弹这也够笔了，这个回落也是可以当一笔用的，就到这里也可以当一笔用，对吧？虽然说这是一个包含关系的，但是在大周期上，尤其是日线呢、周线以上的，先看周期，先看 K 线的个数。如果说 K 线的个数够5根的话，就是说在你做包含处理之前够5根的话，也先当一笔用，因为一般周期比较大的话，如果说你要等待一个标准的，就是包含处理之后的标准一笔的话，可能有时候比较难等到。所以说你先当一笔用，这就当成周线一笔用。那么就看它这里是不是要出现新的周线一笔反弹，其实就是在做周线的这个 B 中枢，这是 A 中枢，现在在做 B 中枢。那么现在周线上也出现了底分型了，对吧？我们要关注这个底分型这个位置。54.19这个出现周底分型之后，能不能够生长出来一笔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假设54.19这个位置就能够生长出来一笔，你就以这个位置作为这个进场的依据。如果说跌破了54.19，那你这个进场依据没有了，你要么是止损，要么是按分批进。我现在是出现底分型，我进一点，跌破了没有关系，我再继续等，再次出现底分型，我再进一点，哎，又跌破了。那我再次出现底分型，我再等，再这个分批进，对吧？分3次，这里1次、2次、3次，分3次。这样的话，你就如果说你这是针对你长期看好的股票，尤其是中长线看好的股票，是不做止损的，而是只是做这个叫类似一个网格交易。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网格交易，每跌5%，比如打个比方，每跌5%补一次，每跌5%补一次，但是最多3次。如果说当然了，不是出现底分型你就要补，那你看你的功力了。你要去分析这个底分型是大概率是一个中继底分型，那你就不补，你等待下次底分型的时候再补再进。所以说不是说每一次出现底分型都要进，我们用的是双触发，对吧？大概率你觉得它不可能这个守得住的话，那你就不要进，等待一个大概率你觉得是一个底分型的时候再进。所以说3次，这样的话利用一个网格类似网格交易的方法，你也能够把成本相对的这个，因为这只是针对你中长线看好的股票才这么做。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做一个小票，波动特别大，又是一个短线做日内的，那你就不要这么玩。因为短线的话，你就要强制止损，跌破了某一个位置，我就强制止损出来再看。这个方法，我说的这个网格交易，类似网格交易的，只适合中长线持股这么玩，不做止损的。所以说一定要有区别性对待，而不是说啊，这个人说不止损，最后我不止损，然后亏了，这个什么腰斩的，又是这斩那斩的，对吧？所以说一定要区别对待。那么现在在日线上，这些 K 线在周线上是那个底分型，对吧？那么现在在日线上的话，是基本上是一笔上一笔下，但是这一笔下的话，也是它有3根 K 线有包含关系，处理之后也不够一笔，但是我们可以先当一笔用。其实这里就是有一个2买。你把它当成日线2买也好，1小时2买都行，都类似。然后现在正好也是夹在120天跟200天均线这里，看到没有？也是夹在这里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没有仓位的话，可以简单进一点，没有问题。进一点，等待它出现一个1、2、3。如果说3根不背驰的话，那你就等4和5，那就更好了嘛。如果说出现等比例完事儿了，那就相当于周线上那一笔完事儿了。也就是说，周线上这一笔结束之后，其实就是做了一个 B 中枢嘛。做了个 B 中枢，如果说上不去，那就在这里中枢震荡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可以利用这个日线上这个潜在的小2买要出现了，然后如果说这个特别强势的往上走，
那就是说走完，因为这个点位是一个潜在的中枢的结构买点呢。如果说出现一个强势表达的时候，你这里要不进的话，那你不是后悔去吗？对吧？它甚至还可以出现一个微转，直接再次突破前面这个100.25这个高点。所以说这个位置要进点仓位。但是按照我刚才说的，你是短线操作的还是中长线操作的？它的这个你需不需要止损？这是不同的策略。好的，那么就简单说一下这个 MP， 毕竟你没有说你具体的你要怎么样，我们只能大概齐的讲一下。然后我们往下看，这个58499朋友问了一个英特尔。英特尔的话，其实我最近也注意到，这个英特尔出现了一个不错的机会。或者说图形上出现了一个不错的机会，但是我不知道它基本面是不是有什么变化。周线上这个反弹够一笔了，周线上这个英特尔，如果说你一直在操作这个片的话，是应该关注一下了。周线上回撤够一笔，这是它一个新的变化。然后从这个17.67上涨，这个回落我们测一下，是一个很浅的回落，还没到0.382呢，对吧？0.382是在40.49，那么这次的回撤的低点是在41.64，所以说回撤的非常浅。你不要看回撤的好像挺多，我们测的话可能是23%的回撤，但是非常浅的回撤，在0.5以上的回撤都是非常浅的回撤，除非是杀到了0.018，甚至是跌破0.018了，那就是深了，回撤就深了。所以在0.5以上，这都是非常浅的回撤，是可以大胆去做反弹的，尤其是你中长线看好的股票，基本面变化的，对吧？有回落要去做，而不是去追涨。这个节奏一定要弄明白，是回落的时候、回调的时候、下跌的时候去买，不是上涨的时候追。你这个节奏如果说弄错了的话，你什么都不行。所以说是现在是回落了，要找位置买去，而不是去找位置割肉啊、止损呢，对吧？周线上回落够一笔了，我们看一下日线上。我们把其他的清一下，我们把这个54.6这里断开，我现在只关注54.6右侧的，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要看什么。那么在54.6这个的话，有点特殊在哪儿呢？它这个进入段或者第一笔啊，只有3根 K 线，它的这个有带跳空缺口，但是空间非常大。但是它这笔反弹是够一笔的，所以说这里是要当一个二卖的，在当时当下你交易的时候，这里其实是一个二卖，所以说它这个123是一个特殊的123。这是3笔，只不过就是这个第一笔，它是不是严格的标准定义的第一笔？但是它这个二卖的话是非常，是满足定义的。那么你先测这3笔的话，你会发现一个等比例的位置是在39.17，也就是说它跌到39.17才跟前面这第一笔的空间一致啊。但是现在到0.018已经开始出现这个阻力了，跌不下去了。在这里这个地方跌的非常的纠结，发现没有？有跌一点就有人买，说明它下跌的阻力非常强。那么买盘比较多，对吧？就是好多人可能看好它的这个中长线的，所以有人在买。那么现在前面这里是其实出现过几次尝试出现底分型之后，这里底分型，对吧？出现过2次底分型，但是都不够一笔，这2次反弹都不够一笔。那么今天是出现了一个低开。慢慢低开高走的一个状态，而且这个状态，这个 K 线走得非常强，这整个的 K 线目前走得非常强，非常好的一个状态。但是呢，底分型还是没出现，因为还要再等一根才能够出现底分型。你说我今天提前进一点是没有问题的，这个位置你提前进一点没有问题，因为它是一个在这一段的这个调整非常充分的状态下出现这么一根 K 线，类似一个单 K 反转的一个状态，所以这里先进一点，先打一点提前量，对吧？没有问题。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，毕竟现在英特尔的整体基本面已经有非常大的改观了。那么，你空头想往下砸的话，你没有依据啊，你怎么一砸它，对不对？你一砸它，这个不论是美国政府也好，还是其他的有各种各样的合作，就相当于这个皇帝钦点的公司，你有什么办法，对吧？你没有理由往下砸它，你会发现每次回落反而是你买进的机会。所以说这种片的话，就是有回落可以大胆买，但是呢，如果说没有把握的话，你就分批买，出现一次底分型我买一点，出现一次买一点。但是呢，不要这个网格交易的时候不要离得太近，比如说跌0.5%我就买，你最好离个23%，跌个5%最好是买一点，这样的话你的仓位才能够就是那个成本能够压得很低，然后呢仓位也能加上来。
但是如果说跌一点就买，跌一点就买，你如果说有兜特别深的话也没有问题，但是很容易说你把你的子弹很早就打完了，对吧？到好的位置你没有仓位了，那就是抓不到好的位置。好的，简单说一下这个英特尔，但是有好的改变，可以尝试这个提前进一点仓位了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这个有一个7667朋友，问 EOSE 最近大跌是否有机会建仓？一个Energy Enterprise 是一个能源公司，这个之前也看过，不知道是不是你问的。那么这个公司的话，这个具体是做什么能源的，我不太熟悉啊。是做太阳能了、清洁能源的，还是做核电、核能的？那这个我们可以简单的查一下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是EOSE 的话，是一家专注于新基业流电池的美国长时储能公司。哇，这个它的基本面还挺那什么，反正就主要是新动力电池系统，这是它的这个主营。然后呢，主要是解决风光发电的不连续性的问题。它的这个主要优势就是这个非锂基础路线。因为它这个新基电池不使用稀有金属嘛，没有什么起火的风险，所以这是它的优势。而且原材料供应链完全在美国本土，而且受到这个通胀削减法案的高度补贴，所以说它占便宜。但是它的竞争对手的话，有这些什么宁德时代啦、特斯拉啦，还有一些这个做长时储能的一些初创公司。它现在那个目前的这个公司，面临什么呢？就是产能爬坡，以这个财务亏损。2025年因营收未达预期及巨额的非现金损失导致股价暴跌，就是可能你刚才说的那种。所以现在就目前正面临这个毛利转正的压力。所以说，而且这个投资者对这个它的业绩指引的话，不太相信它的业绩指引，所以它现在处于这么一个状态，而且盘子比较小，是6块多钱。但是它的图形让我们看，月线上这个最低点在0.61之后一个大幅下杀，而且这个回杀还够一笔了，月线上够一笔了，潜在的一个月线大二买。然后这就是杀的比较深的，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杀的比较深，那直接杀破了0.618，对吧？就是杀的非常深。这种弄不好就容易这个再次跌破前面的低点。一般的回撤呀，我们讲，最好不要跌破0.5，跌到0.118能止住也行，但是一般不要跌破0.5。跌破0.5的话，那就比如说它一般跌到0.118，然后一个弱的反弹之后继续跌，大部分是这样。但是如果说强势的，基本上就调到0.5，或者说在0.5和0.118之间，很少跌破0.118的，这种是强势的，这种基本上有希望再微转。这种都很多，但是一旦跌破0.118，你就要注意了，是不是一个非常弱，给你一个弱的反弹之后继续往下跌？所以这就是在利用这个黄金分割或者叫斐波那契，你在分析它的时候怎么来这个观察它。那么月线上是回落一笔了，周线上现在就是这是不够3段，因为这个反弹是4根 K 线，我刚才说了。什么情况下能够当成1、2、3用呢？就是这个起码有2段都要够一笔才行，或者甚至是进入段可以这个不够一笔，比如说3根 K 线当成进入段，但是反弹够一个标准的一笔，然后下跌也够一笔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1、2、3来测，这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英特尔那个，但是这个就不行，因为它反弹这笔不够。所以说我们需要继续降低周期，看它的日线。那么在日线上，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，因为日线上这个高量的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的月线上那个一笔下，这是一个中枢，日线的这个中枢，对吧？现在再走这个中枢的离开段，进入段，然后开始在这里3笔构成中枢了啊，啪，一直干到这儿，就是 B 跟 A 比较不背驰，这就是典型的不背驰状态下，你就不能做它了。
然后现在看一下当时当下当比例在哪里，它是不是跌破等比例之后下去的？看到没有？所以说你学会一点技术分析没有坏处，你知道10.46不能够被跌破，它这儿弹了一次没上去，然后一个跳空缺口跌破了10.64，那你就不能做它了。也就是说做多的话，你就要非常非常小心，对吧？所以说这就是在不背驰的情况下，你就不能去做多，因为它可以一直跌，一直延续。你要想做它的话，只能去更小的周期。但是呢，小周期意味着你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，需要你更强的分析能力。周期越小，分析难度越大，需要你的这个分析越成熟，或者说你能够把握的这个拐点更那个接近拐点才可以盈利。一旦你分析不好的话，或者说你把握不好小周期的这个震荡的话，就很容易亏钱。所以说，在不熟练技术不熟练的时候，多做大周期的，就比所谓大周期就日线以上的。你如果说不熟练这个技术分析的话，对吧？你熟练的时候，你可以做日内啊，5分钟、15分钟、1分钟都可以。但不熟练的时候，尽量做大周期。大周期越大，之所以大周期它是变相的把你的手捆起来了，因为它想要，比如说跌破了10.64，它想再次往上弹的时候，它需要一个底分型。这个底分型在日线上的话，最少要3天呢。相当于你3天都不能交易，直到出现一个底分型，我才可能交易。所以变相的把你的手捆起来，很多人控制不住，就是觉得老想交易，老想操作，但是呢又没有依据，那就完蛋了。所以现在它不背驰，这个反弹回不去的话，还是3卖，它还可以再跌。想要做的话，可以做2买或者做盘整背驰，也就是说这个出现了盘整背驰，这个1、2、3，我们换一个颜色。这个1、2、3段，这3段比较出现盘整背驰我可以做这个位置，或者做2买这个位置，晓得吧？但是你说我直接拉回到中枢里可不可以呢？也可以呀，对吧？你如果说出现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消息，这个时候怎么能够抓住这个呢？就是抓2买，抓小周期的2买，就这段里面给你个2买的话，你可以去做它的，比如说。现在这种其实也可以尝试，因为它可以是快速上去的。现在如果说你想操作它的话，也是潜在出现了一个1小时的2买，但是它这个周期就小了呀，不像那个日线那个周期那么大。所以说你要做的话，只能做1小时这个2买，配一点仓位，因为你防止它快速拉上去。如果说快速拉到比如说120均线的话，我们看一下现在如果说拉到120均线背不背驰，对吧？拉到120不背驰的。因为在等比例在7.33，它只要超过7.33，说明这个3跟前面这个1比较是不背驰，那你就可以多拿一拿。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你要不进的话，它如果直接上去，或者给你个跳空缺口就上去，那你相当于踏空了。虽然说现在日线上是处于不背驰的，但是1小时上给到一个潜在的2买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做。就是这就是不同的周期，我对应不同的仓位，然后对应不同的策略。所以说，具体怎么选呢？就看你个人的这个风险喜好了。好的，这就是他问的这个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这个2007朋友问了一个特斯拉，还有一个道。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特斯拉。如果说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再分析他问那个DOW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时间就到这里了，因为我们只到1点。那么他问的这个特斯拉的话，最近也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，我们可以看一下特斯拉，我们把这个数据划线给更新一下。那么特斯拉的话也是周线上回落够一笔了，它也是从489.83一直的类似一个慢慢往下下跌阴跌的状态，一直跌到了这个0.382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浅的回撤，但是现在也是前面这里也踩过一次0.382，但是底分型没出来。前面这里是出现过一次底分型，被打掉了，现在又向下延续，对吧？这就是出现中继，这就变成一个中继底分型了。那就现在周线上需要再次出现底分型，才有可能逆转这个周线这一波下跌。现在还没出现，但是呢，出现一个好的迹象，就是挂在了这个0.382这里。那么我们就需要分析一下这个日线上这一段结构。它的结构跟那个英特尔那个很像，也是一个123，但是呢，它这个123是第一笔走的非常长，第二笔反弹是相对弱的，然后第3段是背驰的，就是3跟1，这就是背驰段，这种是可以操作的。
像刚才那个它就是3就长，你就没法操作，对吧？所以说这里是可以尝试操作它的。目测我们也知道这个3是短的，那么现在但是呢现在被压到这个200天下面去了，压到200天下面。那么而且底分型前面是日线上是出现过几次底分型，第2次，现在如果说尝试在第3次出现底分型，那么需要再等1天，就是更稳妥一些。而如果说你想提前量，你说你想近一点赌它明天或后天能出现底分型也可以，对吧？因为毕竟特斯拉的话，这个怎么说呢？你如果说要正在操作它，你应该对它比较熟悉了。它不单单是有基本面的，还有更多的是它因为有马斯克的光环嘛，还有这个SpaceX，还有这个 Twitter， 他们不都合并了吗？而且说是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要上市，不知道是1季度啊，还是1季度马上已经结束了，应该是在6月份吧，或者说夏天，或者说夏天之后要上市。那么对这个特斯拉肯定是有利好啊，对吧？但是，如果说只看特斯拉的卖车的这个销售的话，那你肯定看不到任何好消息。毕竟现在，它的营收就特斯拉整体的营收是下降的。那么现在在1小时上，它这段从436下来的话，它是一个带中枢的，对吧？那么而且这个中枢是不够9段的，这是进入段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只有6笔。所以说，如果是刨掉进入段的话，就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只有5笔。现在6是在走这个离开，所以说现在是也出现了1小时的底分型了。那么但是日线上就是一个类似收平的一个类似下影线非常长，对吧？类似一个墓碑，或者你叫它一个这个射击，因为传统理论里面会对这种 K 线有一些有一些命名，对吧？类似一个墓碑的一个十字墓碑的这么一个 K 线，容易形成反转，因为下影线非常长，说明这个空头往下砸，然后多头又被拉回来了，所以这就是它出现这个 K 线的一个原因。但是呢，因为底分型还没出来，但是之前这个2根均线，我们看一下裸 K， 前面这里是踩过一次120，然后就上去了，然后200天的话，这里是被跌破过一段时间，或者说这里是都在200天之下。就是如果说200天拉不过去，就是说明天拉不过去的话，可能要在下面待一段时间，震一震，然后再拉回去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位置你要想进的话，仓位不能太多，相当于你赌它，这里肯定要出现这个一笔反弹，对吧？但是如果说给了一笔反弹，然后也没有力度的话，那其实有可能是在做中枢呢，做一个反向中枢之后可以继续下。所以就看你个人要不要做这一笔反弹，现在或者说你是不是要抢一下这个反弹。如果说给你一笔反弹了，也是给的非常弱，比如说只是刚刚够5根 K 线，然后它就做成了一个反向中枢了嘛，相当于2次反弹，这里有中枢了，然后可以继续往下走的。所以针对特斯拉的话还是比较特殊的，不单单需要消息方面的，基本面的好啊，还是特斯拉那个马斯克那边的消息刺激啊，整体大盘对它的影响其实并不大，它现在震荡偏小了，它没有那些跟 AI 相关的股票震荡大，比如说你去看这个什么这个 Macron， 或者说像那个 Broadcom， 这些目前的震荡都比特斯拉大，特斯拉相对的震荡波幅变小了，所以说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精力，或者说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它这个反弹。好的，还有最后几十秒，我们简单的可以看一下他问的这个DOW， 不知道他问的这是应该是一个公司吧？那么这个的话，我们之前也简单分析过，这是周线上出现过一次，这是周线的一次反弹。我们看一下日线上，做了，现在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，然后呢，这是一个1、2、3，其实它的结构现在还是挺简单的。日线上有这么一个中枢，然后开始离开这个中枢，离开从哪儿离开呢？是从这个下面离开，这里是它的离开，然后这是第一次回落300，然后第2次回落，所以说它的离开段走了一个5浪，或者5段，
从这个离开段，这里是走了一个小中枢，但是这个中枢是1小时的中枢，所以这第一笔就干到这里了，然后给了一个3买之后上去的，走了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。所以说你如果有的话，已经是日线的这个离开段的小5浪了，可以等一个这个顶分型的时候再减一点也可以，毕竟现在虽然说有背驰，你看它这个 MACD 跟前面比较是有背驰的。但是呢，目前上冲还可以，力度还可以，你可以再拿一拿，贪心一点的话可以再拿一拿。什么时候给我出现顶分型了，我再减一减，毕竟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的5了，对吧？什么时候再买回来呢？再次回落之后，这个位置再买回来，因为这里是做了一个 B 中枢，下面是 A 中枢，做一个 B 中枢之后，它可以再上的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只能直播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参与。